外和解。好，吴乃仁去跟检察官吃饭，或者检察官吴乃仁吃饭那现在传出来呢，不是一个检察官，5个检察官，喂那这严重了，检察官一个都不得了了，5个一起吃饭这到底为什么？他们说是因为主要是那个徐检察官来约他们了但是约你检察官都不问一下，到底只有我们5个吗？有没有别人呢？我讲过，连朋友邀我吃饭，我都会问说还有哪些客人，同桌有谁，都要问一下。尤其政治敏感人物、公众人物都要知道一下那另外钱谁出？是我们大家你要请客，还是我们合出这个钱？一个包厢最少，大家以为低消6万，觉得6万不是的，6万是最低消费额6万，可能8万、10万、12万、15万都有可能的不是说你就是6万块这个包厢不是，是最低。那所以呢，现在就变成说5个检察官，不是只有1个检察官。那到底他们在干什么？到底是谁拖谁？谁有事？通常是这样一种是商人出来说，找一个公职人员说，你帮我约一下人，我认识一下。那有时候可能有事情要请托等等。一种是呢，公职人员就那种官员吃完饭以后打个电话叫那个商人来付钱，也有这样的他们都已经酒醉饭饱，什么都以后就叫一个来了以后呢，那个商人付钱，你敢不付吗？大概这2种方式了那这个是商人，就是那个仲介因为仲介其实里面也是有各种状况这也是这个很复杂了那吴乃仁他们现在说没有谈任何跟案情有关的事我们是谈健身、谈退休的生活。那5个检察官还在任上对不对？还大好前程在那边等着升主任检察官呢，跟你谈什么退休生活呢？那检察官是说我们坦然面对调查，来查我们好了，看我们有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呢？其实不是这样，按照检察官的自律的规则你这样去接受这样的邀宴就不对了不要管内容谈什么，内容谈什么谁知道呢？你们根本都否认了。但是这样的邀宴就不对了，答应这样的邀宴那谢龙介说不能离席离席会被报复如果有检察官当场离席，保证升不了官，就算升官会调到金门。调到外岛升官的是民生，但是暗降了给你到金马了去当个什么金门去当个什么升个主任，但很多人不愿意去嘛那检察官看到吴乃仁现身，心情一定很复杂，但是呢，他们一定知道后续怎么保护自己另外就是要注意呢，这个博君人力资源管理顾问公司负责人陈启庄。要注意他说人力仲介涉及很多司法的问题，到底他想要谈什么？这4个人是很无辜吗？那我的话一定会写报告，事后就要写报告，你不能够等到检举你再写报告，当场回家你就要写报告，说我今天不慎这个掉入一个饭局怎样，你就要写报告了你都没有讲话，那现在就拿出照片来查不是，我们坦然面对调查，来不及了那黄国昌说谁买单的？就我那天讲嘛，如果说我是检察官，我发觉我到了这个饭局，然后我觉得我不想要，多少钱我摊我的嘛，我出钱我不要你请客，这可以至少我可以做到吧？有没有呢？也没有出来说清楚谁买单嘛？谁付的钱我看是那个人力中介公司老板付了钱那他为什么要请你们？6万块不少，赚点不容易那李彦秋说呢？这个5个检察官没有回避白目无知，恐怕会有米其林级的风暴，因为那个餐厅是米其林1星的才开没多久拿到米其林星级，表示不简单那吴乃仁因为欠国家台糖嘛1.7亿法院也不敢讨。那台北地方法院说那时候不敢讨，我们要讨，我们去查扣了3家金融机构的存款多少钱嘛？你查扣多少钱比较重要嘛？假如他存款里面都没有了，都已经脱产了，你查扣有什么用那国民党委员说吴乃仁已经脱产了啦，你查什么东西那另外呢，这个说纯吃饭吗？说吴乃仁搞不好讲他的传奇，他的传奇说不完的，一辈子也是各种传奇那赖清德以前写的文章被找出来说，他曾经赞美吴乃仁叫做孟尝君。孟尝君仰视很多人嘛，对不对视钱财如身外之物。根本就不在乎钱财，视钱财如粪土，对不对？安得广厦什么千万间，让天下寒士都有庇应。
尽欢颜哦，所以呢，这个吴乃仁是孟尝君哦，是这样的伟大的这个大方的人哦。那侯汉廷说，他们还抽加热烟，但是我看到时候拿着加热烟，看到没？加热烟，他说哦，他很厉害，这样看就知道是加热烟，我看不懂哎，所以要向卫生局检举，这有违规哦，这不能用吸加热烟。我们看一下。精致摆盘的创意日料餐厅就位在中山北路上，连续2年荣获米其林1星殊荣。想当然吃一顿不便宜，包厢用餐不含酒水，服务费1人7000块起跳，不少人抢当座上宾。这其中也包含积欠台糖1.74亿元的吴乃仁。法院有没有命吴乃仁报告财产状况？还没有通知。为什么还没有通知？这就是要你们台糖去追的嘛。黄国昌更指控这顿饭吴乃仁还搭名车前往大七系列，最便宜也要400多万，顶级的逼近1000万。而且2017年吴乃仁也曾被周刊直击搂辣妹出入有女陪侍的高档钢琴酒吧。这个他个性豪爽，如果有钱，当然会主动偿还。不过多年过去，台糖透露仅追讨到700多万。我们都有照一定的程序去追讨哈。在113年12月9号的时候，我们向法院递状申请再以强制执行调查债务人吴乃仁等4人的财产状况。而根据北院最新说法，接受台中地院嘱托后，已在去年底扣押3笔存款。但若未来吴乃仁再被发现奢华度日，还有其他方法能反制。那真宇，其实大家可以看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这么刚好？吴乃仁每一餐不曝光，偏偏这一餐跟5个检察官一起曝光。我在这边先快速的跟大家说，大家知道吗？检察官有一个伦理规范的第5条，他说检察官应该要廉洁自持、谨言慎行，致力于维护其职位的荣誉及尊严，不得利用他的职务或者是名衔为自己或第3人谋取不当的财物与利益。不好意思，这5位检察官，你们似乎就已经违反了你们自己检察官的伦理规范。有违背这一条吗？这条蛮空洞的。是我们先说，你可以看他特别讲到说廉洁自持。不好意思啊，一餐低消6万块的检察官吃得下去，还是说你就是让相关的关系人来请你吃饭？我觉得刚刚又特别讲到说，我们坦然面对，接受调查。不好意思，可不可以由别的检调单位查？自己查自己，永远就是查无不法啊！所以北检你现在这个信誉已经荡然无存了啦。我觉得是这样子这个案子被曝光，其实明显不好意思，我说的比较直接一点，明显就是冲着赖清德来。为什么？当年赖清德不惜用他自己的名誉、政治名誉来担保豪赌吴乃仁先生的清白。不好意思，赖清德先生，你要不要替吴乃仁先生归还国家1.7亿啊？如果没有的话，你的政治信誉也是荡然无存啊。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次这是这么奢豪的这个请客的状态其实真的是绝非偶然啦，肯定是有一些人不管是吹哨者也好，正义之士也好，我相信他们绝对是不希望自己一生那么努力拼上的检察官的信誉被你们因为了打击政敌而不惜一切代价要来去牺牲检察官以及检联以及司法整个制度的信誉。所以看得出来有非常多的检察官，不管是论坛也好，或者是说现在目前司法相关的人员也好，大家已经看不下去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谁买单低消6万元，这些我觉得都还是事小。而是你现阶段，你现在目前已经脱产的状态之下，请问一下，法院怎么追查？怎么来替我们国家人民的纳税钱所欠的1.7亿？法院你敢不敢讨？如果不敢讨，那不好意思，赖清德，你用你一生豪赌吴乃仁的清白，真的是人民一定看不下去了。休息了再回来。是。好，这个法务部长那因为他说欢迎林炳文投案，欢迎投案，
所以呢就被说你是超商店员了，欢迎光临哦，超商店大家讲欢迎光临嘛哈，就是说你对一个这个弃保潜逃的通缉犯，100亿牵涉到这个赌资在身上，你当然说立刻投案，马上投案，赶快投案，欢迎投案哦，所以就被他虽说是超商店员了，这对他那么客气呢，对不对？你照理讲应该咬牙切齿啊，这太可恶了，对不对？哦，这个所以呢，徐巧芯说他是被通缉犯骑在头上哦，因为对林炳文太过软弱了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徐巧芯说林炳文拿了柬埔寨护照，所以呢，你现在欢迎他投案，他现在根本在有这么嚣张的通缉犯吗？还发文，还在脸上发文哦，跟立委吵架哦，还说我什么时候回来是我自己决定，是你们决定的吗？我之所以逃掉是弃保潜逃是有道理啊，我很多事情要处理啊，处理完再说啊。有这样的通缉犯，那每个人都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啊。哦，那郭正亮是说哦，因为他手上握有绿营的未爆弹，哦，所以呢，他可以高调逃亡。对柯文哲呢，还要7000万还加脚镣，林炳文呢，好像300万就给他保了啊，保金也很低哦，而且也没有什么电子脚镣，哦，也没有这个也没有那个啊，他跑就跑了啊，好吧，那到底怎样？我们看一下。警察机关会积极的一个追捕，我相信那个司法警察机关会积极查起，这是法院在审理中的案件，这个我不予评论。法务部长郑明谦针对林炳文涉嫌洗钱弃保潜逃事件回答左闪右避，让前一天才和林炳文在脸书上对战的立委徐巧芯酸度爆表，竟然不敢对他说一句重话，然后说欢迎归国投案，到底是他林炳文大，还是你郑明谦部长大？我们已经国家本末倒置了。怒轰现在法务部是被通缉犯踩在头上了吗？甚至还对他说欢迎，这欢迎他们自己来投，既然通缉之后，我们柬埔寨的护照逍遥法外，还有人帮他拍照的时候，你们的司法检调的脸就是在踩在地上，让林炳文去践踏。徐巧芯更点名跟88会馆相关人士都是受到绿色通道保护离开。新潮流的嫌疑是最大的，因为不管是梁文杰或是郑文灿，那都是跟林炳文然后等人交往密切的政治人物，都是发生在民进党执政之下的司法状况，是郭哲铭、林炳文跟涂成文这些人，他们都因为不明的原因提前获知警方要抓他们，所以能够有时间差，提前离开台湾。而徐巧芯也接受建议申请随护，毕竟通缉犯敢公开对呛立委，多少让徐巧芯担心安危。好不好？你们再讲哦，他就给你们鱼死网破，他给你们通通公布出来，你们再讲啊。讲啊，来，怡珍。我想这个郑明谦部长的回应实在是一个惊吓，因为我国的司法被一个逃犯公然的吐口水在脸上。那你看到郑明谦部长他刚刚回应的这个语气啊，他的态度啊，还那么软软的就说，哎，我们积极那个欢迎投案徐巧芯还比你凶徐巧芯还会那么很大声就说我们应该要弃捕归案应该要怎么样，这个才是法务部长应该有的态度，怎么会是像郑明谦部长这样软软的就说我们当然乐见你投案或什么的？我觉得更扯的是，绿营的陈柏惟昨天还开了直播，在那边讲说，哎呀，你应该要讲这个陈茂佳呀这个影片呢，就是陈茂佳他有国民党的身份都是他偷拍然后再提供给徐巧芯什么什么的你们国民党才是最大恶极的人。民进党有没有搞错啊？民进党有没有搞错啊？你不去骂林炳文，你不去骂这个逃犯然后你在那边谴责陈茂佳，然后谴责徐巧芯，谴责国民党。陈茂佳，你可以看成说他是大义灭亲，然后拍了这个影片，然后提供给国民党的立委，提供给徐巧芯。所以现在民进党就是很好笑嘛，互相抓内贼嘛。你讲林炳文的时候，民进党不敢骂林炳文，不敢骂吴乃仁，他就像这个柯建铭跟王定宇互相在抓这个外套一样，然后为了徐巧芯在吵架。那我觉得更扯的是，现在民进党长期执政，通常这个通缉犯都很低调。之前有一个网红叫做贵妇奈奈这个卷款潜逃10亿元，逃到加拿大，然后那么隐姓埋名啊，躲在地下室啊，然后很可怜，说什么生病也不敢医等等的。但民进党长期执政底下，我们就看到林炳文看到吴乃仁这个欠款1.7亿都不用还，还可以这样吃这个高档的日料。我觉得现在最闷的是谁？就是陈启玉啊。
陈启玉逃亡了那么久，然后现在鼻子摸摸的回来投案，他就想说哇，这个赖清德执政，我看到林炳文还可以开脸书这样子呛大家无奶人奶公还可以这样跟检察官吃饭，那我陈启玉乖乖投案，然后被关起来，我这样算什么？那现在民进党执政，你看我们现在刚刚都说这个无奶人欠了1.7亿，但民进党执政就跟你说修过了财划法我们就没有钱了。我们3700多亿给这个地方政府，我们中央政府就被掏空，就没有钱啊。这个警消呢，这个退休生活，国民党3读通过之后要照顾他们，民进党中央也是说我们没有钱啊。无奶人，你要不要先还钱？你要不要至少1.7亿先还给国家钱？那我们看到这个郑明谦不止对林炳文很软他也说，这个无奶人这个事件啊，我们要请这个台湾高检署啊，我们要请台北地检署做行政调查。我跟大家保证，这个行政调查结果呢，一定是不了了之。台糖这么多的土地，当初吴乃仁做台糖董事长的时候，这么多土地，现在国家就是跟你追讨1块土地而已，但是你就可以，我刑期服满啦，我也不用还钱啦，我大大的跟检察官，所以这个吴乃仁乃公，他就是在新潮流，就是在民进党长期执政底下呼风唤雨，然后让赖清德担保你担保成这个样子，然后让很多的民进党立委放下国会的表决。那时候大家不是斗得很厉害吗？那么假动什么的，民进党立委可以不用表决，可以不用投票，就放下表决，就为了跟吴乃仁吃一顿饭。他吃饭的对象像这些检察官有公诉的啦，有执行的啦。一般我们老百姓如果欠税，我们就被国税局追啦，追不到你就可能查封财产啊，或这个拘提管收啊。请问吴乃仁他在干嘛？他被管收了吗？没有他在吃日本料理然后谈这个健身啊、退休生活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民进党的贪污高层，他吃香喝辣，他闲情逸致的去谈他的退休，出入豪车、高档包厢，但是民进党就不愿意照顾警察跟消防同仁，1年35亿元的钱都不愿意给警消，不愿意给一般老百姓，这个就是制造对立的执政党。来，这个秉佑议员。这么多案例不能混为一谈了哈。我想司法的问题是这样，就像吴乃仁欠我们讲乃公欠台糖的钱，这当然不是管收嘛，这是民事的问题嘛，所以法院提强制执行，这跟管收这种法律上的这个规范是完全不同的，跟刑事上的这种或是欠税的这种是完全不一样。那再提到刚刚讲的这么多案例，我认为林炳文他去做这个事情，当然对司法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挑战了哈。但我想郑明谦部长，他的态度一向都是这样，他讲话并不是那一种非常有霸气，或者说一种非常严厉的声调。你看他从头到尾一直都是如此，并不是针对这个个案摆出特别软弱的状态。所以我想林炳文能够赶快投案去说明清楚是最重要的。当然，这一整系列新闻，我觉得最严重的问题是在于说，他去脸书上公然的去跟徐小新委员去做这对呛。坦白讲，我看了也是觉得蛮惊讶的哈，就是的确是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几乎你只要翻到司法案件的公众人物，有谁不低调？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形。我想他心中有太多，我们刚刚也很期待嘛，哈，就是他是不是干脆来，大家鱼死网破，把他所有资料东西拿出来。我想这个社会正义，大家需要就是自己不只是刚刚提到说，你说陈茂佳是吹哨人，但其实我自己看陈茂佳其实以前在我们新庄选过立委了哈，他就代表国民党来选立委。那他代表的跟林炳文一起在经营的这个必幻科技里面，我还特别去研究一下。其实林炳文他绝对不是一个，我坦白说他是非善类，他绝对是一个他说他不是帮派分子，但是我想他从事的行业其实有非常多非法的这个样态在里面。必幻科技在全台湾总共投了12个标案，政府的标案，他1个标案都没拿到，这个就是表示我们对他是有一定的认知。但是花莲县政府、嘉义市政府两个地方政府跟他合作过，所以如果你要一定把这种五湖四海的江湖人士的交往特别扣在是哪一个政党的身上，我觉得大可不必啦。因为我说为什么会很期待他出来说我大概鱼死网破的时候，到时候受伤的是谁还不一定。所以我说我很期待，那也希望他赶快来投案。有人会说我们这个林炳系列的哈，如果是我尊称一声大哥，大哥赶快回来投案。我们大家鱼死网破，我们把社会的公平正义接出来，搞清楚到底谁邀请谁，谁吃谁的饭，这个现场状况到底是什么，来做一个厘清，不要只是在脸书上呛瞎而已，因为我们要看到的不是这样的结论。包括昨天去问林楚英说你为什么不去骂林炳文了？林炳文跟你先生啊，这
这个有，反正在那个被拍照嘛啊，你怎么去骂他呢？哦，那林楚英就说呢，你去问国民党。哦，你郭正亮是背骨哦，蹭民进党蹭我来赚通告费哦。那而且林楚英说黄国昌怎么咆哮？因为傅昆萁也认识林炳文，为什么黄国昌不咆哮？哦，因为只对我们咆哮哦，等等哈。那另外呢，这个郭正亮也说呢，那为什么这个柯文哲案不比照举止对林炳文发通缉令？哦，反正就是目前的看起来这样。那洪泰兄怎么看？这个今天这2节讨论呢，我看我们检察官，我们大家对司法检调的公信力啊，大概又降低了很多。上一节在谈到5个检察官去吃大餐，哎，在台北虽然有钱人很多，但是可以吃得起一个人平均1万块的不太多哦。这个检察官，而且你看啊，我很难得看到一个被通缉的人那么嚣张，我就觉得检察官呢，或者是我们法务部长，真的是应该要非常严厉、很严肃的看待这个问题。这个是在挑战你的司法嘛，对不对哈？不跑啦，对啊。我觉得最近我们检调好像真的是让在国人对他们的信心呢大大的减低。橘子你也抓不到，你也知道他没有护照已经被通缉，你也抓不到。然后呢，这个林炳文在对你大声的呛下，我是觉得你要想尽一切的办法啊，透过各种的司法互助。当然，我们跟这些国家可能都没有司法互助，但你要想尽办法把这2个人呢，都应该想办法把他给抓回来。同时，刚才我还真的要大声讲。检察官其实月薪也没有多少，10几万块钱。你接受人家吃一餐1万块以上的，你不觉得会要在你自己心里面要画一个问号吗？这种饭你为什么要去吃呢？接下来再回来。好，那么因为呢，这个柯文哲他们4个人不是被又在羁押了吗？那你的10天就要提抗告，10天不提就过了，还有个法律有个期限的哈。那北院收到柯文哲的抗告状，在上次他没有提抗告，哦，上次就说反正你反正非要押我不可，你就押吧，哦，我就被你不用抗告了。那这次呢，说律师什么都劝他要抗告，哦，那法院。这个他律师决定今天跟法院提抗告。柯文哲说，因为你们都说因为橘子在外面嘛，所以呢，橘子是共犯。橘子呢，这个怕我出去跟橘子串证。他说橘子不是共犯，他是证人，他只是证人而已啊。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也支持他抗告，说他没有逃亡之余，你怕他什么呢？他不会逃亡的，他也不可能串证啊，还串什么证呢？灭什么证呢？你们检察官搞了4个月，不证据通通收集了吗？好，那下面这个新闻看起来是比较令人感伤了啊。那陈佩琪去回忆他12月27号柯文哲交保回家，不是上次交保回家了吗？哦，他说柯文哲下句不知道怎么接上句，讲话有这个吞吞吐吐的、结结巴巴的哈。他说这个他紧紧抓着柯文哲的肩膀。生怕他再次离开我，然后柯文哲看起来有点苍白虚弱，走路跌跌撞撞，步履踉跄。第一时间呢，我想尽快扶他进门休息，但他坚决要跟支持者讲话。他说要表达这些日子对支持者不弃不离的感谢。我在旁边每个字都听得仔细，我没有因为这事而心中充满仇恨，会停下脚步反省过去的人生。他会停下脚步哈。那他说呢，这个人已经不像我过去认识的那个柯文哲了。这个人讲话思绪不流畅，音量低沉，不断咳嗽，上句说出，下句要接什么都思考好久。这不是我熟悉的柯文哲啊，那个曾在演讲台上风趣幽默，思绪流畅，滔滔不绝，侃侃而谈，最后呢都要幕僚在台前就举牌，时间到了下来，很多政治人物上台就不下来了，一直要举牌哦。那柯文哲也是这样，到时间到才会打住。现在怎么样？像一个失智前兆的老人一样，词语卡卡，舌头打结，下句不知如何接上句，用词遣字要努力从脑海的资料库来努力的寻找哈。
那这是一个哈，他形容柯文哲。另外呢，礼拜四一大早，他去新竹看他爸爸嘛，途中打电话给我说要提早回来，为什么？因为下午6点羁押庭要再开了，因为高等法院准许要叫这个地方法院再开羁押庭，所以你中午11点要去报到，结果他那天因为赶时间到下午1点去哈，那他说羁押被撤销了。他叫我拿衣服给他穿，他就想拿白色夹克，因为上穿白夹克被交保了嘛。结果柯文哲说不要了，晚上裹起来能睡觉了就好了，看起来有预感啊。那好像他在跟我暗示什么，我心里呢是拒绝不去想，但感觉他好像在跟我说好久不能回来了，我就哭了，他也红了眼眶。离去前紧紧的抱住我说，我这个人是不太会讲肉麻话，但是你又要一个人过日子了，你要好好的过。我们看一下，去年年底，柯文哲时隔4个月终于回家，当时他的妻子陈佩琪紧紧抓着他的肩膀。如今柯文哲再被羁押，陈佩琪只能在脸书写下想说的话。陈佩琪先是不舍柯文哲现在就像个失智前兆的老人，也回忆起柯文哲在2号再开羁押庭，本想让他穿上次交保的白色夹克外套，祈求胜利，他却跟他说找件今天晚上可以裹起来睡觉的衣服就好了。离开家之前，似乎也暗示自己很久不能回来，红着眼眶紧紧抱住陈佩琪，说你又要一个人过日子了，你要好好的过。陈佩琪那晚流着眼泪，一路跟着柯文哲的车子走到土城。我觉得他真的可以说是身心俱疲，他甚至也有传讯息跟我说，他觉得这样子的生活着其实是很无力的。他是瘦到连那种肌肉比较没有力气，所以我常说他走路有一点步态不稳啊。现在柯文哲、陈佩琪坦言根本像失智前兆，愿意接受我煮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去带进去给他。顶着低温再次在看守所外陪着柯文哲，陈佩琪也号召民众一走上街头。好，那陈佩琪发这个文以后呢，民进党不少人质疑了哈，你是怎样啊？是在打悲情牌啊？甚至还有人讲呢，说你准备保外就医啊，先帮你这个铺好路了，到时候可以说我身体不好要保外就医啊，到底怎样？老沈怎么看？这2天呢，是不止民进党啦，就是说三立啊、民视啊，很多台喜欢晚上谈柯文哲的，都这个嬉笑怒骂、谈笑风生。就陈佩琪这篇长文啊，大做文章，那就说你大概打悲情牌，还有第一点，你说他是失智的前兆，这个就是准备将来要保外就医的啊。我看起来是有一点过分了，真的真的就是说你人不需要没有证据就把它讲成那个样子。我看这个下笔陈佩琪的文章的句子啊，这其实是自情自性啊，对不对？因为这个她要跟她老公再次分手，她这个柯佩讲的这些话也是情理之常啊。这个其实是符合我一直在讲，我觉得柯佩已经失去他一度他崇拜人，比如说崇拜刘邦啊，崇拜这个雍正啊，这种枭雄的这种霸气啊，我觉得没有了。我觉得柯佩啊，其实所有的霸气通通消失，而且私底下，我觉得他已经后悔了。他已经就好像有人讲说悔教夫婿觅封侯一样，他没有人教他，他自己要的。但是他走到今天，比如说他每次去碰到他老爸，他想他老爸日子不多了，但是每次都掉眼泪。我觉得像比如说，如果柯文哲像刘邦就不会掉眼泪。你看刘邦像那个项羽抓他老爸去，要把他杀了，你煮汤回来气看买嘞，这个霸气，我觉得柯文哲完全失去了。他现在，我甚至敢大胆的讲，他已经后悔了。但是悲哀的，他现在处境最悲哀的，就是他后悔也不能讲啊，人家只能跟太太私底下就是讲最多而已，也不能100%讲啊，因为他一定要撑住，他一定要撑住对小丑有交代，他一定要撑住对自己的亲朋好友有交代，他起码最后也要对国人有所交代。你要这个脸不能一下子丢尽了但是这个是悲哀的，因为他如果能够看破这个就认了，该认的就通通认了，感动法官从轻处刑，
那不是比较好？对每一个人都好。但是他今天的处境容不得他这样，这是你做人想该悲哀的地方，真的没办法。乃馨怎么看这个陈佩琪最后讲的这些话？我觉得因为陈佩琪是医师嘛哈，然后柯文哲也是医生，所以他又是他的另一半啊，他从他的最贴身的观察，看到柯文哲在讲话的时候呢，前言不对后语，我想应该是事实了哈。虽然说柯文哲那一天在面对镜头直播，然后跟小草还有大众讲话的时候，看起来思路还算蛮清晰的哈。可是我想他可能因为在看守所里面也关了那么长的这个时间啊，我想身心状况呢应该是蛮受冲击的，特别是因为陈医师讲到说啊，柯文哲到最后讲呢，你又要一个人过日子啊，我觉得感觉是有点蛮凄凉的哈，特别是因为柯文哲的父亲呢，现在呢又是在重病的状态，我可以想象柯文哲现在是怀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关在看守所里面，那个感觉、那个情绪上面呢，一定是非常的焦虑啊，可是又无奈。难道他下一次的再出来是要到医院去面对一个他不想要面对的一个结果吗？他之前的时候在看守所被羁押的期间，曾经有一次出来就是到医院去探视柯爸爸嘛，哈，然后接下来的这个状况呢，柯文哲他又是家里面呢，那么被倚重啊，这看好的这个儿子啊，然后今天的这个处境呢，却是如此的艰难。想想他们家的这个处境，我觉得就从一个比较人性的角度去出发，应该是会有跟他一样有非常多的感慨了哈。然后回到这个案子的本身来讲，我觉得的确是呢，最近这一连串以来啊。绿营方面对于柯文哲的追杀，还有就是在法官啊，在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他在这次在判决就是裁定啊，柯文哲要在被羁押的时候，他讲的那一句话呢，我想可能就让柯文哲他们应该是彻底死了心了哈。他说第一个他要尊重审级，尊重审级的制度，所以当高院呢发回跟裁的那个时候呢，已经这么清楚的讲了，列数了七大的柯文哲应该被羁押的理由的情形之下，我台北地方法院又说要尊重这个审级制度，那当然就没什么好说的，那就是把柯文哲再关回去啊。而且呢，他还在庭上呢问了检察官说，你要关到他什么时候？他说要等到交互诘问完。以这个案情，他们现在传了那么多的这个证人，那个复杂的程度来讲，柯文哲可能要有再被羁押，可能不止1年的这样的心理准备。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状况跟处境，对于民众党来讲，对于柯文哲来讲，对他们家庭来讲都是非常的困难的啦。现在就是对于民众党来说，就是1月11号的定勾机哈，如果人数够多哈，人数够大的话呢，起码还能够带给柯文哲，即使是他现在在狱中，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心理安慰吧。好，那么1月11号的定稿，所以已经有超过1万个人自主报名了哈。那换句话说，有人可能会临时去啊，听说有13个国民党的立委要去啊。那我认为陈佩琪写这个是真的啦，不是说要故意怎么搞什么同情票啊什么东西，因为柯文哲已经知道了嘛，一再发回大概情况不妙，律师有跟他讲情况不妙，哦，所以呢也不用穿白衣服了，就晚上能够睡觉能够裹一下就好了。尤其跟陈佩琪讲说，你要一个人过日子了，这个听起来蛮悲凉的，啊，蛮悲凉的哈。那陈佩琪说柯文哲瘦了10几公斤，好，这段时间已经瘦了10几公斤，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这2天很冷哈。陈佩琪昨天晚上呢，到9点呢，在土城现身啊，看守所现身。那因为小草也坐在那个地方，所以有寒流，他陪他们坐在那边，说柯 P 已经瘦了11公斤了哈。那他也呼吁民众1月11号一起出来要去垫高机了哈。那到底陈佩琪讲这些话是有感而发，还是要博取同情票？哦，来，这个郑玉怎么看？其实我真的觉得，在
政论节目每一台，不管任何一个有台，我真的认为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真的认为，任何一个政治评断真的不要残酷的抛弃你的人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今天不管他今天是谁，任何一个台湾公民面对这样子司法这么庞大的一个巨兽，难道陈佩琪连发文对她丈夫的思念以及她的不舍都不行了吗？请问一下，你们这一些每一个人在唱衰陈佩琪跟唱衰柯文哲这些人，你们谁对林炳文的事件这么嚣张的发文？你们讲过半句话吗？如果没有的话，我真的不好意思说，现在不只是白色恐怖，是绿色恐吓啊！你是要每一天用这样子的言论来去伤害一个平民无辜的老百姓吗？让人家觉得很悲哀啊！我必须说，司法正义，检察官应该是司法正义的推手，但是就现阶段来看，检察官已经变成是司法正义的刽子手啦。如果今天柯文哲有罪，柯文哲有明确证据，不好意思，台湾民众党的立场非常明确，有罪就办。可是如果你们现在是拿过去周刊里面的报道的分级，起诉内容变成是一个金钟榜的合集，请问一下，谁能够接受？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1月11号司法节这一天，我们需要全民的帮忙，我们需要全民的支持。今天你可以不喜欢柯文哲，你也可以不喜欢民众党，但你绝对不可以去忽略到现在司法的正义正在被刽子手一刀一刀的刮下来。所以我们要拜托大家，如果你对司法正义还抱持着一点点的希望，还抱持着一点点的公平正义，我们拜托大家，自由广场的前面，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去集结，呐喊出你对于公平正义的无奈。所以真的要拜托大家，如果今天柯文哲面对的这样子司法不公的刽子手的这样子的手段，很有可能我们是面对每一个人。同样的，看看柯文哲，再看看林炳文，如此的嚣张，如此的可以用不同的护照，这么嚣张的去面对，请问一下，台湾老百姓，你们看了不心疼吗？如果今天执政党为了打击异己，可以不惜的牺牲消耗掉我们的司法，我们的司法正义是可以这样被消耗的，那台湾真的不好意思，40年来的民主进步真的毁于一旦。那边缘远，的确啦，有很多司法的案件过程当中，让台湾人一直对司法体系不是很有信心。但是不是说完全就像民众党讲的阿伯的无辜？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司法去看待，尤其是大家一直在讲的所谓的190页的判决，还有后面800页的这个起诉书等等之类的，到底有多少人真的看完？那你怎么去认定这些东西？明天有这个活动，我想一样，罢免的时候我们都是希望民意出来表达你对这个立法院的态度。一定勾机的活动，我想出来的人也会让司法体系去思考，他怎么去看待说，媒体上披露的内容，以及民意上对司法的信任，到底怎么去做一个权衡？因为我的确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了也很无奈。我自己就是不太想评论阿伯这一段原因，是因为通常我们做政治人物的人，是遇到司法的东西，一切尊重司法，少讲几句话。但我很少看到民众党这样出来说，我还要在北检前面包围，我要去声援。这个东西其实民进党以前曾经有过，但是后来为什么都压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希望全民共同来支持司法体系，三权分立的基础是因为要有民主社会的民意共同来认同我们的司法体系是有效的，那才会架构起来说这个是有意义的一个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所以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去挑战，虽然我很多时候很多案例我很不满，可是我们还是忍耐，原因就是因为起码我们对他的尊重是有，是他能够还受到信任的这个最基础的因素了哈。所以我是不是很喜欢去挑战原因在这里？那讲起来的确很悲痛，因为我说实在，其他的友台去讨论陈佩琪就是柯夫人的这些对话的时候，我的确也认为就是太过残酷。好，因为在外面的，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这个前辈曾经有遇到这样的待遇，我们都知道很多那个折磨。好，出来之后，你不要说别瘦10几公斤，我们郑市长也瘦很多，瘦更多，一样大家看得于心不忍，所以不太愿意去多讨论。
所以我觉得回到就事论事，如果它是司法案件，如果它是公众议题，我们就回到公共的价值去做讨论，而不要一直在这个个人的好，或者说这种所谓的情绪的层次上去做这样子的琢磨了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对大家的呼吁。南一真。民进党可不是少讲几句话哈，在这个柯文哲的事件上面哈，你可以看到民进党现在其实连悲情牌都不让陈佩琪医师打。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在这个阿北在被羁押的前夕哦，我们都还不知道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非常多的这个比较偏绿营的政论节目，通常都是下午录影嘛，就像我们一样，但他们就说哦没有，我们今天就不下午录影，我们全部改晚上 live 哦，我们要开到这个阿北被羁押关进去为止，然后呢开始呼吁大家说，哎，这个啤酒买起来啊，炸鸡买起来啊，好像在开趴一样。哎，请问一下，这个是民进党对待这个应该你要无罪判决、无罪这个推定的这个人的这个道理吗？没有啊！结果当天晚上我们就看到，当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就裁定羁押。那你也看到阿北在这个有交保啊，有羁押呀。本来这个高院跟北检就好像是一个同一阵线，就硬是压着北院，一定要把阿北关进去。这个就是民进党长期执政以下的司法。那这几天我们也看到，当过检察官的吴宗宪委员他也讲了，他就说哇，他看完了这个起诉书哈，他认为如果是在他当检察官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这个薄弱的证据实在太薄弱了，他不敢起诉。如果要起诉，他也觉得太丢脸了哈。那他也看到说，这个几百页的这个起诉书里面有好几百页其实都是无关案情，它里面的内容呢，齁绿绿哈，什么骑飞轮的啦哈，什么花生米的啦哈，这个无关案情都是干嘛的？我就是提供给这个绿营的这个政论节目来做很多的素材讨论啊。你看，你只要讨论柯文哲的案情，讨论骑飞轮，讨论花生米，讨论橘子，哎，整个收视率就起来。但是里面最薄弱的证据。决定性的证据就是什么1500某实地，好，那个金额到底是1500万还是1600万？谁给的钱？好，钱从哪里来？然后到哪里去？都查不清楚。哎，这跟郑文灿的案子差别有多大？郑文灿的案子是有监听译文的，钱怎么来？好，多少？谁拿进来？怎么退？好，谁拿进来的？清清楚楚的。所以你看到现在明天1月11号这个定勾机的活动，其实朱立伦主席很早就在脸书上声援哈，我们声援的呢是因为台湾现在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整个司法公平没有啦。上次大家一起站出来是白玫瑰运动，是这个反废死运动。那现在大家再次站出来，不一定是为了柯文哲，柯文哲有罪没有罪？哦，这个是我们司法最后去论定的嘛，不是我们可以论断的哈，不是像这个绿营哦，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去审判柯文哲一样，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大家明天一起站出来呢，是因为我们要挺一个司法公平、司法正义。今天民进党清算柯文哲，明天会清算谁？他是不是也清算过徐巧芯，清算过好多的一些立法委员，清算过其他人？那未来又会是谁？那现在民进党更是加添柴火啊！林炳文300万弃保潜逃，可以这样大大的呛大家。哦，吴乃仁跟检察官喝酒。那现在还讽刺就说哦，你们都去参加的话，哈，因为好多的国民党立委要去参加呀，吴宗宪啊，哈，牛许婷啊，大家都说要去参加，然后还在讽刺说你们出来参加就是站队贪污。你看看林炳文，你看看吴乃仁，民进党才是跟贪污站在一起吧？洪大兄，我想金华城这个案子哈，这个图利的这个，我想证据比较多啊。至于受贿行贿，目前没有直接证据哈。这个案子，平常讲，占了我们这个我们的媒体版面占了太久，也太多了啊。台湾其实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啊，所以在这边诚恳的拜托建议也是拜托检察官了，赶快好好办案吧。不，大家关切这个事情呢，并不是柯文哲了，柯文哲有罪无罪，反正就是按证据来审判嘛，1审、2审、3审，主要是你这个司法的程序的问题。你这个程序太奇怪了，对不对？这周刊一再在报道，结果检察官的起诉书跟那个几乎都一样，那到底是谁放给谁呢？是检调先放给周刊，然后周刊再说，因为媒体有报道，所以我要起诉他呢？还是呢，你去制造一个舆论，先要把一个人抹黑呢？这最大的问题啊！侦查不公开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现在侦查大大的公开，媒体就这样的登，那这样的话，你司法不要说别的，光这一点你司法的公平，你司法的公信，你司法的的这个正义就没有了嘛？来，老师，是不是？你有没有被林森宇刚刚的一番慷慨陈词感动？有没有？主持人比较中立，这样。说那我请问你明天去不去游行？我不会去啊。你不会去？
你觉得我会不会去？不会，我也不会去啊。为什么？因为林正英讲的话我不够感动，不是吗？不是，因为我最大的指望是民众党不要泡沫，而明天这条路线